今天来吃安特卫普真正本地人吃的 omakase， 顶级新鲜的扇贝，右边橙色的顶级新鲜的扇贝才有的东西，我觉得99%的观众都没见过。小牛胸腺肉 sweetbread， 神奇的部位。每次都有的脆皮配家庭手工酱，酱的味道类似一个很淡口的豆瓣酱，但是又没有盐味，调味不重，很好吃，味道很神奇，也有点形容不来，不是一时中中餐能有的味道。熏鱼的调味是酸甜口的，酸甜口类似杨梅去除掉酒类似的那个酸味，果香味特别重。腥味被压下去了，口感有点沙，不太像生鱼的口感。爱尔兰的生蚝不是这家最顶的生蚝，生蚝是甜的，但是有一点腥味不太明显，口感特别软嫩。老板娘告诉我，小红书上法国吉拉朵生蚝是不懂的人吃的。我之前给她看过，她说那个不行。黄油新鲜到放到面包上马上就化了。面包带点酸味，外皮很脆，趁热挺好吃的，就中间不硬。这是一个带有接骨木花酱和萝卜的卡布乔，好好享受，谢谢。搞了个 AI 翻译，太搞笑了。熟成生牛肉没有血腥味，吃着不像生肉，有点奶香味，不惊艳还行。里面有个绿色的小植物，那个太惊艳了。一咬全部爆炸，全是新鲜的蔬菜汁。萝卜、洋葱一咬全是汁水，萝卜还有点辣，整体的酱汁都是果蔬味酸甜口的，味道特别自然。有人知道这个绿色的是什么植物吗？太惊艳了，它不仅脆，里面还有厚度的口感。首先这个汤放在面前，一股很浓的烧烤味扑面而来，里面还有烧烤的小公鸡。南瓜味很淡，但是能闻到，主要是优质奶酪的香味。有一股类似黑松露的味道，原来是藏红花的味道，这就是真正的复合味。鸡肉的口感不好，有点老，是鸡胸肉，但是有一股烧烤的香味。像这种西餐就是有路边小餐馆的锅气，没吃得过基本不会相信。Here we have a scallop with some leek, lobster sauce, oil of dill. 右边的这个东西我是第一次见过，他说只有顶级新鲜的扇贝才有，如果不是顶级新鲜的，这东西基本都要扔掉，吃不了的。龙虾酱的味道我是没吃出来，但是这个扇贝那种无敌的层次感又让我震惊了，外壳香，里面往越到腥越嫩，太夸张了。整个扇贝就是鲜甜的，那么多酱汁没盖住那种鲜甜，日本的那些扇贝比跟这个差远了，那别说中国的，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橙色的这个更吓人，那种柔嫩入口即化夸张的口感，再多金枪鱼的舌腹都比不了。吃到中间有1秒钟有一丝腥味不明显，但是1秒过后全部消失，特别神奇。你都在想这东西到底有没有腥味？味觉不明显的，那你可能不知道，怎么知道自己味觉明显不？如果你吃不了国内90%以上的鱼，那就说明你味觉明显。如果按我的标准，那国内可能没有什么卖海鲜类的店存在，包括河鲜。河鲜可能除了瘦身鱼100%。Sweetbreads with parsnip puree, asparagus, and a sauce of ultimate balsamic vinegar. 这个主厨海鲜有几道菜，冬季鳕鱼、龙虾，还有今天这道菜，基本欧洲封顶水平。Sweetbread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ChatGPT 是小牛胸腺肉，
这个不是牛排，这个玩意儿简单说就是没有腥味，动物肝脏的味道，但一咬就爆炸，口感又是有点像那种酱，不像肉，口感特别神奇，味道浓郁是回奶香味。芦笋有点苦味，汁水很多，清脆的口感，刀工削的不错，这应该是削的吧？这个东西好像中国有，这东西就是一个脆甜爆汁的蔬菜。Now we have some venison with potato mash, broccoli, root celery, and a sauce of truffle. 我忘记说了，它的所有热菜盘子都是加热过的，所以他们端盘子都是戴手套的。我看日本那个做法餐的日剧《东京大饭店》，木村拓哉演的，就是要鹿里脊肉是最嫩的部位，鹿腿肉他说不行，太老了。这个是鹿里脊，但我也觉得老。我妈说她的不老很嫩，我觉得没腥味，只有野味，我个人觉得不太好吃。问题主要是口感，野生鹿肉的香味也不太够。这个小菜不知道是什么，一咬就爆炸，带蔬菜的甜味，很牛。鹿肉没有我视频做过的另一家好吃。土豆泥不错，黄油香味足，土豆够细腻够沙，简单的小菜做出了明显的区别。上面的蘑菇味道有点像云南的干巴菌，很香。这个老板很擅长做蘑菇。Your dessert, so it's based of white chocolate, yuzu, some sorbet of lemon, and foam of yogurt. Then you also have some big blueberries. Yeah, enjoy. The chocolate is homemade. White chocolate, white. It's homemade. Yeah, yeah, Okay, yeah. thank you. Enjoy. 我纠结它的巧克力是不是工厂生产的，像这种餐馆只能吃店里制作的。第一个东西我不确定是不是白巧克力做的，第一口吃上感觉清甜细腻丝滑，挺无敌的。酸奶是带气泡感的，很好吃。现在上面的这一层进入是一个清甜的味道，这个很重要，下面就开始颠覆了。蓝莓的质量很高，大、甜、香、清爽，比国内的好吃太多。人家这种种植技术或者是选品能力太屌了。这个是个脆的白巧克力，完全不甜，只是清甜，不油腻的奶，很淡，非常好。这个黄色的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口感，很神奇，又有点沙，有点果酸，马上扭转了整个甜品的调味。黄色的这个小东西也是带果酸的，具体是什么水果的酸味我记不住了，我也不可能给你们说它吹的那些柚子的酸味。这个带夹心的也是酸，但是那种酸味不好形容，又是认知外的酸味，就比较类似水果的酸味。右边这个是橙子酸味的冰沙，也是很神奇的味道。哦，它出这个效果啊！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淇淋，丝滑清甜不腻，无敌的。我妈这种不吃这玩意儿的东西全都吃完了。家里高水平制作的冰淇淋跟工厂生产味道区别很大的，主要太丝滑。我可以说基本100%的观众只吃过工厂里生产的冰淇淋。这个店只能冬天来，不然你吃不到它的境界。它是比较擅长海鲜，